她是吴亦凡最怕见到的女人，因为她最喜欢吃的就是牙签。只见她一根根往嘴里塞牙签，打牌的时候就当成零食吃。到了吃饭的时候，她先摆上了3盒牙签，一口米饭就着1根牙签，吃得津津有味。你以为米饭是主食，其实牙签才是她的主食。该说不说，这牙签能好吃吗？好吃，特别好吃，比柚子香。他每天都要吃3盒牙签，一盒牙签有500根，那么一天就要吃掉1800根牙签，这也太夸张了吧！丈夫也试图阻止她，但她根本不听，你说你的，我吃我的。现在大姐变得越来越离谱，这不吃着饭就把筷子给造了。大姐说筷子比牙签大，吃着有嚼劲，口感也好。丈夫看不下去了，给大姐切了点水果，没想到啊，大姐直接把水果放在了一边，对着托盘口水直流，直接让丈夫把托盘劈了给她吃。我感觉大姐就是被丈夫宠坏了，这玩意儿能吃吗？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再惯着她了。靠，当我没说，看来只要是木制品大姐都想尝试一下。她边吃边发表看法，说托盘没有牙签好吃。那么她是什么时候爱上牙签的呢？原来大姐之前患有严重的胃溃疡，有一次当她意外吃掉牙签时，她的病竟然好了。从那以后，只要胃疼就会吃牙签，慢慢的就上瘾了，宁可不吃饭也要吃牙签。但是大姐的身体真的健康吗？胃肠啊，有什么胃镜啊都透了，没有关系。没有问题的，有问题我不让他吃了。大姐无时无刻都在吃，就连床头柜上都放满了她的零食，2盒牙签，一堆一次性筷子，躺在床上吃，逛街也吃，她甚至连扇子都想尝一尝。节目组还贴心的给大姐带来了一些木质碗筷，大姐也不客气，拿起来直接开照。那味道如何呢？大姐说上面刷油漆了，不好吃。大姐又尝了一下竹帘，也不喜欢，她说竹子有酸味。目前来说最喜欢的就是杨木做的牙签，于是节目组又送给她好几盒杨木牙签。假如真的对身体没有任何伤害的话，开心快乐最重要。不得不说大姐的牙口真好，但是要说牙口好，下面这个男人表示不服。他拿起酒杯嘎嘣一口，直接咬下一块，接着嘎嘣嘎嘣的吃了起来。周围人的表情说明了一切。在丹东一个普通的早晨，妻子在炒菜，丈夫在洗餐前甜点，然而里面全是玻璃碴子，洗干净后上面撒上白糖，他接着就吃了起来。妻子想劝阻，但是无济于事。玻璃碴子能好吃吗？这个嚼一口非常香啊。节目组检查了一下他的牙，除了有点参差不齐外，没别的毛病。那么他到底为什么要吃玻璃？大叔说这个要从20年前说起。20年前他是一个销售，刚和客户签了一个大合同，由于自己不能喝酒，被客户一番羞辱，说他不爷们儿。为了证明自己，他拿起酒杯嘎嘣嘎嘣的吃了。从那以后，他就爱上了玻璃的味道。他会在玻璃店找各种边角料，不同厚度的玻璃，吃起来口感也不一样。挑选完毕，带着他的美味甜点回家了。回家后会根据口味对他们进行分类。他说医院的吊瓶最好吃，酥脆有嚼劲，口感极佳。耳灯泡吃起来就差一点，但也很爽口。那么他一天要吃多少玻璃碴子呢？2个啤酒杯。按照节目流程，他被带到了医院做检查，还在医生面前表演吃玻璃。医生也是大为震惊，但是检查结果却显示他很健康，医生也觉得不可思议，最后还是建议不要继续吃了，以后可能会出现梗阻的情况。最后大叔也表示以后就不吃玻璃了，以后改成吃牙签。下面这个大叔看了上面2位之后，连说服了，你们都是铁齿铜牙，我只能吃点软的了。只见他抓起一只泥鳅，不假思索直接吞了下去，一只不过瘾，他接着又吞了一只泥鳅。贝爷见了都直呼内行，他说生吃的味道好极了，秋秋弹弹还能拉丝。随后他把泥鳅都装到了瓶子里，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吃，那叫一个幸福。吃饭的时候也要先吃泥鳅开胃，母亲很担心他，但他却并不在意，继续吃着心爱的泥鳅。那他为什么要生吃泥鳅呢？原来大叔曾经有胃炎，为此还做过5次手术。为了疗养身体，他吃了很多的中草药，但是并没有什么效果。然而有一天，桌子上的泥鳅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之前在书中看到过泥鳅有缓解胃痛的功效，于是他尝试生吞泥鳅，结果胃痛确实好了不少，于是一发不可收拾。他对于泥鳅的选择也是很苛刻的，他只吃野生的泥鳅，拿着铁锹来到稻田就开始挖泥鳅，不一会儿就挖到了一盆的泥鳅，稍微清洗一下，抓起来就送进了嘴里，那是干净又卫生啊，兄弟们。朋友想做一道泥鳅豆腐汤，他却觉得根本就是浪费时间，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生吃才是最好的。按照节目流程，他被带到了医院做检查，一番检查下来，他的身体状况很好，但是医生还是不建议生吃，因为有感染寄生虫的风险，如果非要吃的话，建议只能中午吃。最后大叔也表示，为了身体健康，以后会尽量少吃的。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大叔把鳄鱼当儿子养，每天给鳄鱼做足疗，偶尔还来个大保健。先把沐浴露涂满全身，然后用洗澡巾搓背，偶尔还会在洗澡水里加入料酒去腥。鳄鱼的皮肤非常厚，褶皱的地方很难清洗，主人累到不行，鳄鱼却一脸享受。大叔每天会带着鳄鱼在公园散步，已经成为公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为了让鳄鱼更吸引眼球，
大叔还要给鳄鱼做美甲，精心打磨指甲后，然后挨个涂上指甲油，看起来美美的。完事后再来个亲亲，抱着鳄鱼就睡觉了。因为鳄鱼比较能吃，主人给它取名饿了么，说饿了么是自己捡到的，刚开始只是一个蛋，慢慢孵化出来，经过精心照料，就变成了现在这个大体格子。还说饿了么从没咬过人，甚至很少发脾气，是一个可爱的乖宝宝。平时饿了么最喜欢的就是看球赛，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主人一手抱着蜥蜴，一手搂着鳄鱼，说他俩都是忠实的球迷，每次比赛都要看。当心仪的球队进球时，他们还有自己独特的庆祝方式，毫不犹豫地跃入水中，欢快地翻滚，展示着鳄鱼独特的庆祝动作。这段是我瞎编的。一群人来市场却不买菜，全都围着一只狗在看，这有啥好看的？一旁的大叔说他已经这样转了一上午了，大家都感觉很奇怪，他明明看起来非常疲惫，但依旧自顾自地旋转，好像上了发条一样，就算被行人撞倒，被婴儿车撞到受伤，也不会停下来。在市场上问了一圈，终于找到了它主人，一问才知道这狗是偷偷跑出来的，主人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只要一把它放下，立马就开始旋转，好像有开关一样，碰到地面就启动，而且它根本不看路，每天都面临着危险。为了它的安全，主人只好把它关在家里，用绳子绑在了凳子上，但都无济于事，只有吃饭的时候，它才会稍微消停一会，吃完立马开始旋转。主人说这种情况是4个月前开始的，因为工作原因，把它单独关在了家里。有次回家就看到它在转圈，都不知道它转了多长时间，一开始也没太在意。有次转圈链子缠在了一起，它都快窒息了，还在自顾自地转，主人这才意识到不正常，医生对它进行了一系列检查，发现他颈椎出现了问题，导致脑压增加，因此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虽然通过吃药可以防止病情恶化，但现在最重要的是给他更多的陪伴，会慢慢好起来的。他每天偷偷给自己家的猫下药，就掺在猫咪爱吃的食物里，一天3顿下的药还不一样。之所以这么做，都是因为他家的猫太可恶，每当他一觉醒来，脸上就会出现伤口，手臂上也有抓伤。他确定不是自己抓的，自己指甲很短，根本抓不出来这种效果。他现在怕得很，在卧室偷偷装了监控，结果却让他更加迷惑。只见每当他入睡后，他家猫就像疯了一样撕咬他，还把屁股在他脸上蹭来蹭去。他下意识把猫推开，接着猫咪的行为更加诡异，在地上不停地抽搐。主人想不明白，为什么白天乖巧的猫咪晚上会对自己做这种事情，而且每次主人出门后，它的行为也很古怪，变得焦躁不安，愤怒地撕咬被子。这只猫到底怎么了？专家反复观看录像后，认为这猫应该是梦游了，很可能还做了噩梦，把主人当成了假想敌。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说明和他小时候的痛苦经历有关。主人这才恍然大悟，说猫就是他捡来的。发现它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医生建议先进行药物治疗，每天把药混合在猫粮里，慢慢缓解它的焦虑紧张，还要给它更多的陪伴，让它知道自己并不孤单。晚上主人又用上了安神香薰，甚至打开了专门给猫听的音乐。它听了一会就开始犯困，那它晚上还会咬人吗？只见半夜它径直来到主人旁边，徘徊片刻后，趴在主人旁边安静地睡了起来，一直到天亮，它都没再出现奇怪的行为。看起来小白已经慢慢康复了。奶奶吃饭前要先挤一勺洗洁精，接着放进鱼汤里，搅拌搅拌，直接喝了起来。记者闻了一下，满满的肥皂味，奶奶却吃得非常香。这还没完，喝完汤，奶奶又拿着一片白菜叶来到厨房，对着洗洁精连按了3次，小心翼翼把洗洁精包起来，直接塞进了嘴里。大家非常不解，为啥要吃洗洁精呢？奶奶说自己不能吃肉之类的高脂肪食物，如果要吃的话，必须提前吃点洗洁精，让它在胃里中和一下油脂。不得不说，这想法非常脑血栓啊。饭后奶奶给大家讲了自己年轻时候的事，大家终于懂了奶奶为啥这么做。奶奶说年轻的时候穷啊，工作又累又苦，得了胃病也没钱去医院，偶然的一次不小心吃下了半瓶洗洁精，她觉得自己肯定活不了了，听天由命吧。没想到啊，这下不仅没死，胃还不疼了，于是从那开始就一直吃。大家带她来医院检查，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胃里竟然没事，不过还是得戒掉洗洁精，如果胃痛的话可以吃药缓解。奶奶也答应以后不会再吃。2周后节目组做了个回访，发现奶奶还在吃洗洁精，大家又给奶奶科普了一番，要相信科学。1个月后节目组再次回访，这次奶奶终于戒掉了洗洁精，只不过吃药又吃上瘾了，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这猫有个怪癖，连医生都大为震惊，它1日3餐只吃泡菜，而且必须要够辣，饿了就会对着冰箱一直叫，因为冰箱里就有它梦寐以求的辣白菜。主人受不了了，从冰箱拿出了一片泡菜，小白闻了闻，几口就吃完了。看起来一片泡菜根本不够吃，主人又把泡菜和米饭拌在一起，给他做了个泡菜拌饭。但小白很挑剔，只吃了拌饭中的泡菜，1粒米饭都没吃。主人说小白是流浪猫，刚捡回来的时候他什么都不吃，直到拿出泡菜的一刻，他竟然2眼发光，一直叫个不停，才知道这猫喜欢吃泡菜。我们都知道韩国人喜欢吃泡菜，难道韩国的猫也都喜欢吃泡菜吗？随后节目组做了个实验，分别准备了4种食物。现在第1只猫登场了，只见它来回闻了闻，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猫粮。第2只猫闻了闻泡菜，看起来味道不错呀，
然后就选择了旁边的鱼罐头。接着，一只3个月大的猫咪上场了，它直接就奔向了猫粮。你看，连3个月大的猫咪都知道猫就应该吃猫粮吗？最后到小白出场了，他都没看一眼猫粮以及鱼罐头，对着泡菜就开始干饭。主人觉得泡菜太辣，吃多了不好，于是把泡菜洗完再给小白吃。结果小白闻了一下，连连后退。小白心想，洗过的泡菜能叫泡菜吗？随后竟离家出走了。等发现他的时候，他正在垃圾堆里吃泡菜，吃得满嘴通红。小白为啥对泡菜这么情有独钟呢？该不会有什么毛病吧？主人带他来到宠物医院，医生听完也大为震惊。一番检查下来，小白身体却很健康，只能说他天赋异禀。不过呢，医生还是建议要少吃泡菜。主人也很听话，回家就给小白做了泡菜味的猫粮，把猫粮和泡菜混合在一起。没想到啊，天生傲骨的小白竟然配合吃了起来。那就希望小白尽快戒掉泡菜，做个正经猫咪吧。这座老房子会不停地分泌黄色液体，流得满地都是。大妈们看到却异常兴奋，像疯了一样蹲在地上，用年糕蘸着液体，吃得一脸享受。甚至有人趴在地上舔食，他们还会把液体收集起来，说这液体能包治百病。听到此话，一旁的大叔也忍不住了，喝了一口后却一脸嫌弃。神秘液体越流越多，甚至连屋外也开始流。现在主要的流淌线路是3条，屋内2条，屋外1条。液体已经对这座老房子形成了包围之势。让大妈如此疯狂的液体到底是什么？节目组找来专家，用热像仪一测，屋顶的温度竟然高达43度，这就很反常了。接着来到屋顶一探究竟，可以看到密密麻麻液体流淌的痕迹，有些液体都凝固了，屋顶的木板都被浸透了，颜色也变得深沉，不知道液体是否具有腐蚀性。观察了半天，发现所有液体都是从一个缝隙里流出来的。专家壮着胆子把手伸到里面去抠，却抠到了一坨湿哒哒黏糊糊的东西，吓得他赶紧爬了下来。下来仔细一看，这不就是蜂巢吗？里面都是满满的蜂蜜。看到这一情况，在场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大妈表示，我说怎么吃起来有点甜呢？但为什么满是蜂巢的屋子里却没看见蜜蜂呢？专家表示，可能是由于最近大妈们在屋里上课，环境非常嘈杂，久而久之蜂群不能安稳工作，最后不得已弃巢了。大妈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伤感，这么好吃的蜂蜜以后吃不到了可咋办？大妈家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东西，就在她拔牙回家后，家里就凭空出现了一包牙齿，参差不齐的，足足有20颗，其中还有好几颗烂牙。牙齿是大妈整理橱柜时发现的，刚开始还以为是干燥剂，仔细一看差点吓死。这牙比正常人类的牙齿小了很多，真的是人类牙齿吗？牙医看了一眼，说不仅是人类牙齿，而且还是小孩的乳牙。一个人一般就有20颗乳牙，而这一包恰巧就有20颗，从形状上判断，应该就是同一个人的，很明显是专门收藏起来的。一听说是乳牙，大爷很不理解，因为老两口根本就没有孩子，最近也没人来过家里，那为啥会出现在自己家呢？这会不会是某种诅咒呢？随后记者在家里发现了蹊跷。10号这天，日历上标注的行程是去看牙医，大妈说那天确实去拔牙了，自己记性不好，就在日历上做了标注。那会不会是她不小心从诊所带回来的呢？大妈却一口否认，大家也不确定她有没有健忘症。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接着来到牙医诊所，调出了监控，确实没看到大妈拿走任何东西。那牙齿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聊天中得知，这房子是他们租的，1年前才搬进来的，而且房东就有个孩子。大家瞬间醍醐灌顶，这牙齿8成就是房东孩子的。接着联系到了房东，一问才知道，这牙齿确实是他家小孩的，当时搬家忘记拿了，一切都是虚惊一场。你因为智齿疼得睡不着，来医院一看，这颗智齿竟然是横着长的，仅仅冒出了一点头，缝隙里一直残留小鳞石，导致发炎肿胀，拔牙难度非常大，直到切开牙龈才知道有多可怕。不过呢，不用担心，现在就给你拔掉。医生会在智齿周围不同部位打3次麻药，稍微呢会有一点刺痛感，但很快你就没有任何感觉了。接着呢，给周围消消毒，防止感染。等麻药起效后，医生根据智齿的生长角度，一刀就划开了牙龈，整个过程你不会感觉到痛。掀开牙龈就看到了埋伏的智齿，但这仅仅是冰山一角，智齿大部分还镶嵌在牙槽骨中。为了更轻松的把智齿取出来，需要用钻头把智齿一分为2。虽然你感觉不到疼，但能听到电钻声，还能感受到电钻的震动，整个头都嗡嗡的。现在呢，利用杠杆原理把智齿撬断，你会听到嘎嘣一声，但是呢不必紧张，轻轻一挑就把牙冠取了出来。接着呢，再次利用杠杆原理，一点点往外撬。牙根埋伏的比较深，医生决定再次把牙根部分一分为2。现在呢就比较好弄了，轻轻一抠，牙根就取了下来。
拔掉智齿留下的洞会被血液填满，半小时之内会形成血凝块。经过24小时，血凝块会变得坚固结实。所以呢，拔牙24小时内不要刷牙和漱口，否则有可能使血块脱落，导致干草症，那将痛不欲生。接着医生开始缝合伤口，就这样打个漂亮的结，剪掉多余线头就结束了战斗。有些情况呢不用缝合，需要咬住纱布来帮助止血，一般需要咬半小时左右。拔牙2小时后可以吃一些流质类的食物，不可以喝热水或者过硬的食物，避免剧烈运动，多休息。几天过后又是一条好汉。你因为牙疼的睡不着，来医院一看，蛀牙内部已经被掏空，看起来呢已经坏到了牙神经，直到钻开牙根管才知道有多可怕。首先麻药是少不了的，等麻药起效后，医生开始用钻头去除腐质。可以看到根管已经暴露，用工具轻轻一碰就打开了牙髓腔。不用想了，牙神经肯定已经坏死，这种情况呢只能做根管治疗，通俗点讲就是杀神经，这应该是牙齿问题中最可怕的一种治疗方式。不过呢，牙神经已经坏死的情况下，治疗过程是不会有痛感的，否则呢可能会有一点点痛。医生一般会注射局部麻药，所以呢不用太过担心。这种方式避免了拔牙，最大程度保留了你的天然牙齿。接着呢，医生测量根管的深度，根据测量的深度来选择长度合适的根管锉，来一点点刮出坏死的牙髓。牙髓处理干净后，医生装上小钻头，开始拓宽根管。依次把3个根管清理完毕后，还要使用消毒剂反复冲洗根管内部，防止后续再次发炎。接着呢，插入3根类似棉签的东西，对根管内部进行干燥处理。随后在根尖里涂上一层密封剂，接着使用牙胶来填充根管，这样呢就可以完美填充牙根管，不会留下任何间隙。接着呢，使用加热工具熔断牙胶，依次对3个根管进行同样的操作。接下来用树脂继续填充根管顶部，通过光固化灯快速固化，这样呢根管部分就填充好了。接下来还要使用钻头继续打磨牙冠部分，方便接下来塑形。随后对于牙冠部分涂抹酸死剂，目的是为了清理杂质。等待片刻后处理掉酸死剂，开始填充复合树脂。树脂的填充要循序渐进，每填充一点就要确定固化后再继续填充。就这样，医生用工具塑造出了一个人工牙冠，最后呢，再对人工牙冠进行打磨抛光，这样就完成了复杂的根管治疗。一般情况下，根管治疗后的牙齿寿命大约为11年。记得好好刷牙。你的2颗门牙中间发生了蛀牙，一张嘴就像卡在牙缝里的奥利给。医生看了一眼，二话没说，连麻药都没打，直接上钻头先把腐质去掉。医生换了一种工具，继续打磨边缘部分，以便树脂填充物能完美贴合牙齿。你比较幸运啊，蛀牙不是很深，没有伤到牙髓，所以呢修补起来也比较简单。接着涂抹酸死剂，经过酸死处理后，釉质表面在显微镜下呈蜂窝状，能增强与填充树脂的粘接强度。接着医生涂抹粘合剂，你可能会闻到类似强力胶的味道。接着医生使用光固化灯照射，让粘合剂快速固化。接下来在牙缝中放置一个薄膜隔开。现在呢开始填充树脂。树脂的填充要循序渐进，每填充一点就要先等固化后再继续填充，期间还要保持牙齿干燥，所以呢医生会对着牙齿一直吹气。你牙齿可能感觉有点冷，再忍忍马上就好了。填充完树脂后，接下来就要对表面进行打磨抛光，这时呢就要用到专用的条状砂纸，先用粗面研磨，随后移到光滑的一面再磨一次，另一颗牙齿也做同样的操作。这还没完，医生又换上了专用砂轮继续打磨。经过这一系列的操作，完全看不出修补的痕迹，到这里蛀牙就修复好了，记得好好刷牙。你这颗牙已经烂透了，为了能啃骨头，你准备花2万块钱种一颗牙，整个种牙过程需要持续半年左右，但最后的成品惊艳了我。首先呢，要把坏牙拔掉，牙齿比较松动，直接上钳子，很轻松就拔了下来。现在呢，需要等待2到6个月，让牙槽骨恢复生长，填满空隙。
6个月后开始进行种牙，第一步进行断层扫描分析，对口腔进行全面检查以及确定种植方案。接着呢，进行麻醉和消毒。等麻药起药后，医生一刀就划开了牙龈，掀开牙龈，牙槽骨就露了出来。这些大大小小的钻头都是用来在牙槽骨上钻孔的。牙槽骨的表层骨质密集，比较硬，刚开始要选择8毫米的小钻头预开孔。现在呢，要逐渐换成更粗的钻头，扩大孔洞。用粗钻头时，转速一定要慢，否则呢会导致摩擦生热，烧毁骨细胞。过程中钻头还会一直喷出生理盐水，就是为了降温。现在呢，使用螺丝纹钻头将孔的上端继续拓宽，就是为了让孔洞和种植体完美契合。孔打好后，医生取来像螺丝一样的种植体，开始种植的时候要尽量调低转速，慢慢推进去，才不会使接触面骨细胞损坏。接着呢，还需要使用扭矩扳手将种植体拧到规定扭矩。现在要将愈合基台连接到种植体上，等缝合好牙龈，大概呢就是这个样子。这时牙槽骨中的种植体会和周围的骨细胞慢慢融合，这个过程呢叫做骨结合。现在只需要等待2到6个月，几个月后，牙槽骨和种植体已经充分结合。现在要把临时愈合基台取下，安装永久愈合基台。现在需要安装人工牙冠。人工牙冠中间的洞是为了以后修理种植牙的时候方便拧开里面的螺丝，但现在呢要先用树脂填充，接着用光固化灯照射固化。到这里你的牙就种好了，看起来呢和真牙一模一样。现在就可以去啃骨头了，记得好好刷牙。你因为智齿疼得睡不着，来医院检查后才发现这颗智齿竟然是横着长的，并且完全埋在了牙龈里，外观上根本看不出来，拔牙难度非常大。直到切开牙龈，我才知道这颗智齿有多可怕。不过不用担心，现在呢就给你拔掉，医生先给你蒙上医用手术动筋，只露出嘴巴。这时你可能会有点紧张，不过呢这还不算什么，医生会在智齿周围不同部位打3次麻药，稍微呢会有一点刺痛感，但很快你就没有任何感觉了。接着呢给周围消毒。根据智齿的生长角度切开牙龈，因为麻药的效果基本不会感到疼。如果这时你感觉到疼痛，那一定要举手示意，让医生给你加麻加辣。医生用镊子掀开牙龈，就看到了埋伏的智齿，但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因为是横着长的，智齿的大部分还镶嵌在牙槽骨中。为了更轻松地取出智齿，这时就要用球钻削一点牙槽骨，通俗点讲就是用电钻钻你的骨头。这时的你感觉不到疼痛，但能听到电钻声，还能感受到电钻的震动，整个头都嗡嗡的。即使这样，也不能直接把智齿拔出来，医生还要切开牙冠和牙根，把智齿分为2部分，分别拔出，所以呢又需要用到钻头。这时的你可能会分泌大量唾液，口水直流，现在就要先把口水抽走。牙冠深深地埋在牙槽骨中，无法直接取出，所以呢还要竖着再切一次。再次把口水吸干净后，就可以一块一块的把切好的牙冠部分取出。现在只剩下牙根了，由于埋得太深，还要再削一点牙槽骨。现在利用杠杆原理，一点点往外撬，很快牙根就被撬了出来。现在你的下巴可能很酸，再坚持一下，马上就要结束了。由于创口比较大，最后还需要给你缝合牙龈。就这样打个漂亮的结，剪掉多余的线头，就结束了战斗。为了让牙龈尽快愈合，你需要咬住一块纱布，保持2个小时，1周之后来拆线，期间不可以喝酒抽烟，避免激烈运动。好了，拔掉智齿，你有没有觉得轻松了很多？你知道牙套是怎么装上去的吗？这位小哥来矫正牙齿，因为他的牙齿非常拥挤，需要先拔掉3颗，拔牙后就可以获得足够的间隙，使牙齿能够很好的内收。接着呢，涂上酸死剂处理牙面。等待片刻后，再处理掉酸死剂，接着冲洗牙面，
今天是个大工程，你这颗牙坏得非常严重，牙齿内部还不停地冒血，直到钻开牙根管，才发现情况远比想象的更严重。医生给你蒙上手术巾，开始了操作。按照惯例，麻药是少不了的。等麻药起效后，医生开始用钻头去除腐质。可以看到，这颗牙已经坏到了牙神经，还引发了炎症。医生刚把内部清理干净，血水就冒了出来。医生决定给你进行根管治疗，通俗点讲就是杀神经。这应该是牙齿问题中最可怕的一种治疗方式。听到这里，你已经紧张地握起了拳头。为了让你放松下来，首先呢就要重新打麻药。医生还特意把针头掰弯了，紧靠着牙齿来一针，内部的神经也要来一针。现在呢需要用钻头打开牙髓腔。吹干后可以看到根管已经完全暴露，接着医生测量根管的深度，根据测量的深度来选择长度合适的根管锉，来一点点刮除坏死的牙髓。依次把3个根管清理完毕后，还要使用消毒剂反复冲洗根管内部，防止后续再次发炎。牙髓处理干净后，医生装上小钻头，开始拓宽根管。经过几个不同钻头的轮番操作，可以看到根管和刚开始相比已经扩大了很多。接着呢，插入3根类似棉签的东西，对根管内部进行干燥处理。接着呢，要使用牙胶尖来填充根管，牙胶尖要先裹上一层密封剂，这样呢就可以完美填充牙根管，不会留下任何间隙。接着使用加热工具熔断牙胶尖，依次对3个根管进行同样的操作。接下来还要使用融化的牙胶，继续填充根管顶部。这样下来呢，根管部分就完全填充好了。接着对牙冠部分填充树脂。最后安装上人工牙冠，这样呢就完成了复杂的根管治疗。这下你又可以想吃什么吃什么了。这个村的老人每天不吃饭，也要来村口的池塘边蹲着，全都神色紧张地盯着池塘。有人还不停数着什么，因为最近村里发生了离奇失踪案，村口池塘里的金鱼神秘消失了。之前有50多只，现在只剩20多只了。幸存的金鱼也变得焦躁不安。老人们把这些金鱼视为村里吉祥物，现在吉祥物没了，他们觉得自己一点都不吉祥。村长召集全村人商议对策，必须要找到罪魁祸首。但现场没留下任何痕迹，找了半天，才在一个角落发现了一些鱼鳞。有人认为是黑头鹳干的，之前就在池塘附近看到过它。还有人觉得是水獭或者海狸鼠，甚至还有说是水怪的，一定就藏在水下。建议把水抽干，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作祟。大家越说越离谱，村长看不下去了，冷静分析了一番，认为凶手可能是通过沟渠进入池塘的。池塘边的围栏还发现了脚印，但看不出来是什么动物，安个监控看看吧。村长决定熬夜蹲守，也不知道这东西啥时候来。村长边吃边等，一直等到了凌晨3点，终于村长睡着了。但就在这时，池塘边上也有了动静，草丛中出现一个白色光点。只见他快速穿过围栏来到池塘，很快抓到了一条鱼。你觉得这玩意到底是个啥呢？在这里娶老婆主要靠抢，当街看上不认识的女孩，就可以明目张胆地抢回家做老婆。女孩父母知道后，不但不报警，反而会热情招待绑匪。只因这里有个奇葩的习俗，这个男孩马上就要结婚了，万事俱备，就缺新娘了。现在只需要去街上抢一个女孩回来就行了。新郎说和这个要抢的女孩仅见过几次，第一次见面就爱上了她，于是就开始策划绑架细节，已经策划了1个月。临出发时，新郎的长辈还叮嘱，千万别让他跑了，抢人尽量小心一点，别弄得青一块紫一块的。随后他们来到女孩家附近，先联系上了女孩的闺蜜，让闺蜜叫上女孩去打水，帮他们把女孩引出来。他们紧随其后伺机而动。街边的大妈早已看破一切，但什么都没说，好像已经习惯了。很快女孩和闺蜜提着水桶出了门，女孩显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闺蜜出卖。新郎的朋友紧随其后，见时机成熟，朋友示意司机跟上来，时刻准备着。男孩们装成路人慢慢靠近，趁女孩不注意，直接下手架了起来，接着硬生生把女孩塞进车里。节目组大为震惊，这跟真实的绑架没有一点区别。女孩声嘶力竭地叫着妈妈妈妈，但周围邻居却只顾着看热闹。
脸上还笑嘻嘻的。面对一群陌生男人，女孩惊恐万分，奋力反抗，但无论怎么挣扎，都显得那么无力。男孩们笑着安慰女孩，说早晚都得结婚，和谁结不是结呀？这个穿白衬衫的就是新郎，他一言不发，内心早已乐开了花。回到新郎家就看到新郎的亲朋好友早已到场，大家一片欢声笑语，都在等待新娘下车。女孩死死把住车门，但还是被男人们狠狠拖下了车，像拖一件货物一样，看着无比绝望。拖进婚房后，男人们的任务就完成了，剩下的就交给新郎的七大姑八大姨了。女性长辈的任务是说服女孩同意结婚，他们把女孩团团围住，轮番规劝，给女孩画饼说以后会幸福的，说着还强行给女孩戴上头巾，这意味着女孩即将变成已婚妇女。女孩一心只想回家，哭声里充满了绝望。长辈们也不着急，说服过程可能会持续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会把女孩一直软禁在这里，直到同意结婚为止。几个小时后，女孩稍微平静了一些，还接受了长辈们给的食物，看起来已经妥协了。接下来就要去搞定女孩父母，男方带上一只羊作为彩礼，出发去了女孩家。大概的流程是，来到女孩家就先道歉，对不起，我们绑架了你的女儿，现在马上就要结婚了，所以来给你说一声。他们在门外等了好久，女孩父亲终于开了门，显然已经知道了怎么回事，表情看起来很平静，不仅收下了礼物，甚至还热情款待了他们。女孩妈妈说，虽然感觉失去了一些东西，但还是很开心的，相当于自己多了一个儿子，还说自己就是被女孩父亲绑来的。看得出来，这里的人都已经接受了这种抢亲传统，认为这种抢亲是很神圣的。最后为了孩子们的幸福，两家人举杯庆祝。从第二天开始，女孩就要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忙前忙后照顾男方一大家子。记者看得很迷惑，感觉像是男方家里新来了一个保姆一样，但新娘并没有任何埋怨，已经默默接受了这一切。在吉尔吉斯斯坦，绑架新娘是一种传统的结婚方式，这里将近一半的妻子都是抢来的，但其实也发生过很多女孩因为绑架后自杀的情况，当地也有很多人抗议这种陋习，但无济于事，女孩们完全没有选择权。不知道这是不是女孩的悲哀。这个公寓的住户凌晨4点必须起床，然后捂着耳朵站在墙角，也并不是他们想起床，而是被一个怪声吵醒的。每到凌晨4点，整个公寓就会传来敲门声，有时声音又像小孩在楼顶玩玻璃球的声音。物业也试图找到声音来源，关闭了所有能产生噪音的设备，但声音仍然存在，现在反而变本加厉，什么奇怪的声音都会出现。公寓住户都被搞得精神崩溃，这个大妈就受不了了，长期折磨让她患上了神经衰弱，现在只能在外面租房住。大家偷偷安装了监控，想看看到底有多夸张。一到凌晨4点，震耳欲聋的声音把摄像小哥都吓一跳，噪音高达90分贝，要知道地铁站的噪音才81分贝而已。大家发现用铁锤敲打瓷砖的声音和这怪声很像，怀疑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到底是什么人会一直制造这种声音呢？犯罪心理学家表示，半夜发出这种声音能影响人们的生活，这可以让他内心得到莫大的满足。这种人就是心理变态。大家决定找到这个罪魁祸首，准备了10多台监控，蹲守在大楼各个角落。结果几天下来，这怪声突然神秘消失了。大家猜测这个制造噪音的人已经害怕了，其实没必要再调查了。1个月后，节目组回访，物业表示自从节目组开始调查后，声音就没再出现过。这下大家都能安心睡觉了。这只700多斤的鳄鱼天生兔唇，嘴巴还长了个肿瘤，疼得合不拢嘴，直到切下来才发现情况比想象的还严重。起初医生猜测应该属于口腔囊肿之类的，属于一种良性肿瘤，直接切除即可，固定住鳄鱼嘴巴，对患处进行局部麻醉。等麻药起效后，医生用手术刀开始切割，刚划开一个口子，鳄鱼就挣脱了起来。医生赶紧又补了一针麻醉，手术继续，很快就割下来一大坨增生组织，对他进行解剖却发现了异常，这东西硬得跟土豆一样，怀疑它属于口腔囊肿里的根尖囊肿。一般情况下是由于牙髓组织发生感染坏死，牙根受到慢性刺激，导致纤维组织增生，慢慢发展成了根尖囊肿。看它的大小，病变应该比较严重，可能已经坏到牙槽骨，估计要连根拔起了。大家商议片刻，确定了手术方案，继续切除残留的组织。这时就要使用激光手术刀，可以减少出血量。现场也飘来了烧烤的味道。现在牙槽骨已经完全暴露，看起来就很不正常，必须要拔牙了，不然会影响到相邻的牙齿。医生拿出了铁锤和改锥，直接对着牙槽骨开凿。一番努力下，总算把牙敲了下来，留下了一个大洞。接着用消毒液反复冲洗内部，来点抗生素或者消炎药就可以了。经过这一系列操作，以后就不会再长囊肿了。随后拆下固定工具，静静等鳄鱼恢复意识。鳄鱼好像知道了怎么回事，没有攻击任何人，慢悠悠地爬进了水里。几天后，鳄鱼恢复得很好，嘴巴已经可以完全闭合，食欲大增，甚至对饲养员都蠢蠢欲动。一群男人在尼姑庵偷偷安了监控，正对着寺院里的一座荒废电梯，男人还趴在电梯口左看右看。这群人并不是变态，
只是这电梯有点怪，晚上等师太们睡着后，寺院里的电梯就会传来怪声。师太说这怪声是1个月前开始的，接着拿出了自己录到的声音。这声音像是有什么活物在叫，但他又不敢肯定是什么。说来也是奇怪，师太每次打坐念经的时候，声音就会立马停止。这东西好像很害怕念经，关键这是佛门禁地，怎么可能会有那种东西？师太心里还是有点怕呀，每晚都会安排人念经到天亮。这东西胆子也是越来越大。有次师太吹口哨，他竟然还回应了起来。关键这电梯已经荒废7年了，内部都是积水，到底是什么东西能在这种环境下存活1个月呢？大家决定把相机伸到下面一探究竟，结果左看右看，除了一潭死水和一些电器设备外，里面啥都没有。接着又把相机伸到水下，还是一无所获。师太想用吹口哨的方式来召唤他，这次未能如愿，下面没有任何回应，还是静悄悄的。那现在咋办呢？大家决定拆电梯，接着又把水抽干了。摄像小哥壮着胆子爬了下去，环顾四周没发现任何活物，真是见了鬼了。就在大家快要放弃的时候，一只树蛙跳了出来，难道一直发出怪声的就是他？专家把录到的声音和树蛙的声音做了对比，确认这怪声就是树蛙发出来的。之所以叫声和平时有区别，是因为电梯里的这只正处发情期，所以刚开始才没听出来。师太终于松了一口气，你别说，现在看起来这小东西还蛮可爱的，那就留在寺院念经吧。大爷每天用3轮车拉着1瓶可乐，去哪都带着，说可乐能保命，生病了可以不吃药，但不能不喝可乐。困了渴了来1瓶，干活累了来1瓶，就这样每天6瓶，喝了20年，足足喝掉了43800瓶。最急的人是奶奶，怕他喝死了，爷爷一句无所屌味，转身又炫了1瓶1.5升的汽水，喝完再满意的打个嗝，这是他最享受的时刻。现在可乐还被他研究出了新喝法，在米饭里倒上半碗可乐，搅拌一下做成了可乐汤饭，连汤带水一口闷，夏天来这么一口，别提多清爽了。大爷说自己爱上可乐，都是因为20年前的一件事。他曾经嗜酒如命，有天喝到胃痛，随手拿起可乐喝了几口，胃里一下就不痛了，也不知怎么的就上瘾了，彻底爱上了这种味道。即使喝到牙都掉光了，也无所屌味。奶奶想带他去补牙，大爷却觉得浪费钱，有那钱买可乐不香吗？可乐在手精神抖擞，根本不用去医院。最后他还是被大家带去了医院，医生说他大部分牙都坏掉了，基本上没啥用了。随着检查的深入，您猜怎么着？大爷除了牙有问题，身体其他方面都很好，也没有出现骨质疏松的情况，但医生还是建议他减少用量。大爷轻蔑一笑，转身就走出了医院，说可乐是自己的快乐水，现在年纪大了，快乐不了几年了，该吃吃该喝喝，这都无所屌味。说完接着炫了1瓶回家了。女孩每天流出红色的汗，即使气温接近0度，她却热得受不了，额头上不停地渗出红色液体。仔细一看，妈妈却差点吓死，从额头到脖子再到后背都渗出了红色液体。红色液体分布非常不均匀，看着像汗水，但她又不敢肯定，人怎么可能会流血汗呢？拿上毛巾，赶紧给女儿擦身体，毛巾瞬间就染成了红色。把毛巾在水里洗上几下，一盆清水就变成了淡红色。妈妈这下慌了神，好端端的女儿怎么会突然出现这种怪异症状？来不及多想，赶紧把女儿送到了医院。一番检查下来，结果却完全出乎了预料，各项指标都很正常，没有发现什么病症。悬着的心稍微缓和了一下，可万万没想到，当天晚上怪事又发生了，女儿突然发起了高烧，身上再次流出红色液体，这红色液体好像有神奇的魔力。第二天女儿就突然好了，而且连续几天都没再冒出红色液体，女儿变得很正常。妈妈观察了一段时间，发现流血汗没有任何规律，有时呢运动就会流，有时睡觉会流，如此反复无常的血汗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带她来到大医院，医生用吸管对血液取样，送到化验室做检验。没想到啊，等待结果的同时，下面这位大爷又流出了蓝色的汗。大爷每天都会流出蓝色的汗，衣服上经常出现一片蓝色印记，把衣服泡在水里，清水瞬间就变成了淡蓝色。刚开始呢，妻子也没有多想，觉得8成是丈夫不小心染上了蓝色墨水，但她万万没想到，接下来的事不仅没完，反而变本加厉。第二天，丈夫换下来的衣服上又出现了蓝色印记，接连几天都是如此，甚至床单上也开始出现蓝色印记。更奇怪的是，印记都出现在腋下部位，老两口彻底懵了，这蓝色印记到底是什么东西？大妈越想越奇怪，忍不住呢就闻了闻，哎，什么味儿都没有，难道是去外面晾衣服的时候被别人弄上去的？仔细想想也不合理啊，不可能每次都弄在腋下啊，难道真的是丈夫流出了蓝色的汗？大爷还说最近在吃一种降血压的药，怀疑是药物导致的蓝汗现象。随后我们陪同大爷去了同一家医院，医生表示药物中不存在使汗液变蓝的成分，接着也对大爷流出的蓝色液体做了采样化验，同时小女孩的化验结果也出来了，结果显示2个人流出来的还真是汗液。医生判断他们的汗腺出了问题，导致了一种叫色汗症的症状，一旦汗腺功能失调，再加上细菌入侵，
期，汗液就会在细菌的作用下导致变色。至于颜色有红色和蓝色的区别，可能和细菌不同有关。医生表示，嗜汗症对人体不会造成太大伤害，随着汗腺功能恢复正常，嗜汗症的情况也会随之消失。他把生牛肉当面膜，整张脸贴满了新鲜牛肉，血水还不停地滴下来。用完的生牛肉也不浪费，直接吃掉。边吃呢还边笑，还说敷完后皮肤光滑有弹性。更夸张的是，敷完面膜后，他竟然用大骨汤洗脸，还必须用熬了12小时的牛骨汤。他说自己是干性皮肤，骨汤里有满满的胶原蛋白，对皮肤很好。最急的人是他妹妹，认为姐姐38岁的年纪看起来像18岁，容易引来非议。而且由于常年吃生肉，去医院检查后还发现身体竟发生了一个奇怪的变化，但他却并不在意，反而变本加厉，让记者也试一试牛肉面膜。从袋里拿出新鲜牛肉，就往记者脸上涂，边涂呢还边问记者敢不敢动。记者吓得直接不敢动。不一会儿，记者脸上都被覆满了生肉，静静躺在沙发上感受效果。看到不停渗出来的血水，他却忍不住流口水。敷完后直接扯下一块塞进嘴里，还说口感非常滑嫩爽口。他还推荐记者尝一下。记者含着生肉迟不敢吃下去，他每天都要去买新鲜的生肉，检查是否新鲜的方法就是直接生吃。店主露出了关怀智障的眼神，他却并不在意别人的看法。确认新鲜后，直接买了一大袋，回家后简单调个蘸料就可以开吃了。因为吃着也很费钱，他没事就去餐厅打工，这样还可以顺便吃点餐桌上的剩肉。老板看到后也不敢说什么，毕竟敢吃生肉也是个狠人。等发工之后，他摇身一变又成了顾客，在自己的打工店继续买生肉吃。虽然吃的是烤肉，但从来用不到烤盘。他这一天的工作收入才3万块，然而一顿就吃了8万块的生肉。这天他遇到了另一个喜欢吃生肉的人，两人来到一肉店开始了比拼。大妈拿起一片生猪肉，蘸点酱油就开灶。大妈表示吃生肉还没怕过谁，两人很快就吃完了一盘猪肉。接下来两人准备吃活鱼，简单处理一下，抱起来就啃，一口下去还会爆浆。不一会儿，整条鱼只剩下了骨头，两人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还约好以后要经常出来一起吃。但这样生吃真的健康吗？最后大家还是带他来医院检查，结果在他肠道里发现了一条长达1米的猪肉绦虫，医生及时为他进行了驱虫，还告诫他为了健康千万不要继续生吃了。这个山洞会流血，暗红色的液体瞬间就会把整个湖面染红，水面闻起来还带着一股血腥味儿。这种现象每月都会持续好几天。更神奇的是，即使在寒冬腊月，湖水竟然是温热的。当时就有人猜测洞里可能藏着某种大型的生物，是这种生物流血了。这一琢磨，马上就有年龄大的村民想起了当地一个传说，说是在很久以前当地大旱，老百姓都快渴死了，有一个叫李昂的教书先生在洞前找到了一眼神拳，用它救活了当地的老百姓。从那以后，李昂就化身成了一条龙，居住在洞里，而每当有灾难来临，就会流出血泪。在山洞旁边的神龙雕像，据说就是用来纪念李昂的。虽然在以前，村民对传说都是半信半疑，毕竟呢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从没人见过真龙。可眼下看到跟血一样的湖水，说不定洞里真有一条龙存在，搞不好啊还是一条母龙。就在大伙浮想联翩的时候，现场又发生了一件更加惊人的事，洞里竟然传来了小孩的哭声，这让村民倍感不安，都认为要有灾难来临。不少人还在雕像前诚心跪拜，祈求神龙息怒。说来也奇怪，祭拜的人多了以后，血水就突然消失了，而且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没听说哪里发生过大灾。不过呢，还是有人不相信洞里有龙，他们还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进洞里一探究竟。随着船渐渐靠近洞口，水的颜色也越来越深，慢慢就变成了深红色。越往里走，心里越发毛，一路上小心翼翼，生怕惊动了怪物，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他们刚进入洞穴深处，就看到水面上突然闪过一个黑色影子，两人吓得落荒而逃。不久后，洞穴里再次流出血水，关于洞穴的流言又传开了，不少人言之凿凿，说这洞穴里肯定有龙。眼看这事越来越离谱，当地政府看不下去了，请来了地质专家。说来也怪，专家来了之后，他居然就不流血了，没有血水，只能先检测一下湖水。检测结果显示，湖水中的铁离子含量异常高。专家认为，虽然湖水是从这洞里流出来的，那就要去洞里找原因。于是专家一行人坐船进入洞穴。随着他们不断深入，专家发现有一块岩壁的颜色明显发红，与其他岩壁一对比，那就更显眼了。用手在这块岩壁上轻轻搓了搓，竟然把岩壁上的红色物质搓了下来，而把红色物质放入水中，清水立刻就变成了血水。专家研究了半天，说这个红色物质就是氧化铁，俗称铁锈，这就是形成血水的真正原因。原来在洞穴附近有很多铁矿，当地下水流过，就会把铁一起带走。一旦进入水中的铁锈增多，它就会出现流血水的奇观，而水中的血腥味其实呢就是铁锈的味道。
大妈肚子里竟然长了一朵花，花瓣清晰可见，甚至还有花粉，每次上厕所都伴有阵阵花香。连工作50年的医生都没想到，这竟然是由于一件小事造成的。大妈说最近肚子经常伴有一股钻心的疼痛，感觉有什么东西正在肚子里生长。来医院通过胃镜一看，果然发现了异常。刚开始呢以为是未消化的生菜叶，但随着检查的深入，发现问题并不简单。一朵完整的花呈现在眼前，花瓣花蕊清晰可见。检查的过程中还脱落了一片花瓣，可以肯定这就是一朵真正的花，看着就像在胃壁上长出来的，而且胃壁上还发现了几个奇怪的白点，还真有点像花朵的根茎。但胃里怎么可能开花呢？正常来说，即使花朵偶然进入体内，很快就会被胃液消化掉。医生百思不得其解，接着询问了大妈最近的饮食习惯。大妈说为了过年回家相亲，最近呢在努力减肥，只喝了大量的水，没事的时候就去修剪鲜花。然后我们就在花篮里找到了同款花朵，大小一模一样。我们怀疑她不小心吃下了花蕾，在胃里正好开了花，但想想呢也不太可能。大妈还说自己修剪花朵的时候不断打喷嚏。这时呢医生想到了另一种可能，医生说如果喷嚏碰脚打落了花朵，花朵就有可能掉进水杯里，不小心就被喝了下去。正是因为喝了大量的水，胃液被稀释，不足以腐蚀花朵，花朵就得以完整保存。为了验证这一猜测，医生还做了测试，让实验对象喝了大量的水，随后吞下几朵花，接着来做胃镜检查。胃镜里果然看到了一片花瓣，继续深入检查，但始终没有看到其他的花瓣，像大妈一样保存完整的属实罕见。医生表示，一定是多种因素综合在一起，才导致了这种巧合。这个小区地面温度高达83度，新鲜树叶只过了2分钟就被烘干了，轻轻一捏就成了粉末，蚂蚁爬过直接烤焦，连鸡蛋都能煎熟。奇怪的是，周围都不热，偏偏就这1平米的水泥地发热。其实等到太阳下山，这一块地方依然是热浪逼人。小区居民议论纷纷，有人说是漏电导致的，还有人说是天然气泄漏引起的。随后大家找来电工师傅，师傅检查了半天，结果呢并没有漏电。很快天然气公司的人也来了，他们拿出探头在地上扫了半天，也没有检测到泄漏的天然气。小区居民看着这一块发烫的地面，心里头更加不踏实。大家决定挖开地面，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找来了几个工人又开挖，可是没想到越往下挖温度越高，还伴随着阵阵白烟。再一看温度计，都已经到100度往上了。看到这反常的一幕，有人大喊火山要爆发了。一听这话，几个工人吓坏了，说啥呢也不肯往下继续挖，还把已经挖开的坑赶紧填上了。但火山爆发和这相差时代太远，属实不太靠谱。又有人说会不会要地震了，一听这说法，整个小区是人心惶惶。有人还闹着要搬家，物业赶紧请了几位专家来调查真相。一番调研之后，专家怀疑是放射性元素裂变造成的。这句话让所有人大惊失色，专家赶紧拿出仪器一通检测，还好没有检测到任何放射性元素。为了找出真相，专家说还得继续往下挖。但随着坑越刨越深，又一个令人惊讶的情况出现了。挖到大概1米深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滩积水，紧接着本来一直冒热气的坑慢慢就凉了下来，白烟呢一下子也不见了。连各位专家也是一脸懵。专家们商议片刻，说还得继续挖。为了加快进度，大家又请来了专业的钻探队，工人们搭起钻探架，把一根长长的砖头打进了地里，这一下去就挖上来很多黄土。钻探结果表明，小区地下的土层非常松软。这时专家一拍脑袋，说应该是地热导致的这种现象。专家认为在小区地下几千米处有着一些很细小的地下裂缝，地球内部的热量通过缝隙顺着松软的土层跑到了地面，就造成了地面发热的现象。至于挖掘过程中发热现象突然消失，是因为泥水混在一起形成了泥浆，这些泥浆在不知不觉中就把这些缝隙给堵住了，地热也就被隔开了，所以地面自然又恢复到了正常温度。他家的房子会自己加热，室温常年64度，平底锅不开火就能煎鸡蛋，水龙头出来的也都是热水，墙纸都烧焦了，往墙上泼水会发出吱吱的声音，不小心碰到地板都能把手烫个水泡，工作人员踩一会儿就汗流浃背了。不仅如此，卧室的温度竟然达到了70度，这睡一觉还不就8分熟了，而且地暖早就关了，电源早就拔了，不可能是地暖问题，那会不会是电路问题造成的？节目组检查了所有电路，结果一切正常，有可能的因素都排除了，但还是找不到问题所在。大半热的根本睡不着啊，只能不停地往地板上泼水来降温。邻居们对此议论纷纷，有人说房子下面有温泉，还有人说房子下面是地狱之火。一时间关于他家的谣言越来越多，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就在节目组测量外墙温度时，意外发现电表的温度非常高，这就很反常了。打开电表的瞬间就冒出了电火花，维修人员发现电表和配电盘之间没有断路器。另外他家房子不是混凝土结构，而是钢架结构，当电表短路时，整个房子都是导体，产生的热量会通过钢架传递到整个房子，所以才会出现超高温的现象。幸亏发现的早，不然煤气罐都有可能发生爆炸。维修人员找到了粘在一起的电线，换上了新的电表，一切恢复了正常，这下可以凉爽的睡个好觉了。然而下面大叔家里发生了更离奇的事。
他家的墙会拉屎，每天早上就会出现满墙的便便，有长有短，最长的有25厘米。然而这条街上只有他家墙上会出现这种现象。你要说有小动物在地上拉屎可以理解，但是墙上是怎么拉上去的？有的位置比人都高，一般的小动物是做不到的。那会不会得罪了什么人？大叔说自己为人和善，从没和别人有过纷争，这种情况是半年前开始的。他还安装了监控，但一直没有拍到可疑人员，便便都是突然出现的。节目组请来专家，决定从便便入手。专家开始收集大便，他们要从便便里提取 DNA 来确定到底是什么物种的粪便。节目组也没闲着，架起了多个摄像机，全方位监控这条街。一夜过去了，便便再次出现，查看录像可以清晰的看到便便是从天而降的，没有拍到任何生物，这就很惊悚了。这时便便的分析结果也出来了，专家说是人类的粪便，而且还是女人的。那现在好办了，只要是人为的就一定可以拍到它。节目组安装了更多的摄像机，一夜过去了，果然有收获。录像显示便便是从他家对面飞出来的，还拍到了始作俑者是一个满头白发的人。大叔看到都懵了，说这是他家对过的邻居，名声很好的，从来没想过是他们做的。节目组拜访了邻居，老人说自己妻子有老年痴呆症，不知道妻子的这种迷惑行为，表示很不好意思，说可以帮忙打扫，以后会看住妻子，不会让她乱丢便便。大叔也很无奈啊，说本来想找到人要点赔偿的，想想还是算了吧，最后表示可以理解，以后不再出现这种事就更好了。然而下面餐厅遇到了更灵异的事，这家餐厅的橡胶手套每天晚上都会被撕得粉碎，形状非常不规则，看起来不像是人为的，好像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它瞬间分解。店主说这种情况已经持续2周了，非常诡异，想想就起鸡皮疙瘩，以至于早上开门都不敢一个人进去，等员工到齐后才敢进入。来到后厨一看，手套又被撕成了碎片。员工分析，如果是动物的话肯定会找东西吃，不会没事撕手套的，但是房间的食物并没有少，那会不会是人？工作人员试了下根本撕不开，即使用剪刀也做不出这种粉碎的效果。店主想到了一个方法，下班前把面粉撒在地板上，等明天看看有没有脚印就完事了。节目组也架起了摄像机全程记录。第二天一早，诡异的事情发生了，手套又被撕成了碎片，然而一个脚印也没有。查看录像后发现，手套竟然是自己慢慢分解的，完全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自己就裂开了，这很不科学，难道真的遇见鬼了？节目组找到专家仔细观察录像后说，手套应该是被臭氧破坏的，餐厅一般会用臭氧消毒，臭氧有很强的氧化性，可以轻松氧化手套中的分子结构。至于为什么只发生在晚上，是因为白天一直通风，但是晚上臭氧就聚集在一起了，浓度高了就可以腐蚀手套。为此专家还做了个实验，密闭空间内臭氧很快就把手套分解了。至此真相大白，一切只是个化学反应而已，只要晚上也把通风打开，就可以解决这个灵异事件了。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这个小区地面温度高达83度，新鲜树叶只过了2分钟就被烘干了，轻轻一捏就成了粉末，蚂蚁爬过直接烤焦，连鸡蛋都能煎熟。奇怪的是周围都不热，偏偏就这1平米的水泥地发热。其实等到太阳下山，这一块地方依然是热浪逼人。小区居民议论纷纷，有人说是漏电导致的，还有人说是天然气泄漏引起的。随后大家找来电工师傅检查了半天，结果呢并没有漏电。很快天然气公司的人也来了，他们拿出探头在地上扫了半天，也没有检测到泄漏的天然气。小区居民看着这一块发烫的地面，心里头更加不踏实。大家决定挖开地面，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找来了几个工人又开挖，可是没想到越往下挖温度越高，还伴随着阵阵白烟。再一看温度计，都已经到100度往上了。看到这反常的一幕，有人大喊火山要爆发了。一听这话，几个工人吓坏了，说啥呢也不肯往下继续挖，还把已经挖开的坑赶紧填上了。但火山爆发和这相差实在太远，属实不太靠谱。也有人说会不会要地震了。一听这说法，整个小区是人心惶惶，有人还闹着要搬家。物业赶紧请了几位专家来调查真相。一番调研之后，专家怀疑是放射性元素裂变造成的。这句话让所有人大惊失色，专家赶紧拿出仪器一通检测，还好没有检测到任何放射性元素。为了找出真相，专家说还得继续往下挖。但随着坑越刨越深，又一个令人惊讶的情况出现了。挖到大概1米深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滩积水，紧接着本来一直冒热气的坑慢慢就凉了下来，白烟呢一下子也不见了，连各位专家也是一脸懵。专家们商议片刻，说还得继续挖。为了加快进度，大家又请来了专业的钻探队，工人们搭起钻探架，把一根长长的砖头打进了地里，这一下去就挖上来很多黄土。钻探结果表明，小区地下的土层非常松软。这时专家一拍脑袋，说应该是地热导致的这种现象。专家认为在小区地下几千米处有着一些很细小的地下裂缝，地球内部的热量通过缝隙顺着松软的土层跑到了地面，就造成了地面发热的现象。至于挖掘过程中发热现象突然消失，是因为泥水混在一起形成了泥浆，这些泥浆在不知不觉中就把这些缝隙给堵住了，地热也就被隔开了，所以地面自然又恢复到了正常温度。
这个大爷30年吃了40万颗糖，这绝对是你见过最爱吃糖的大爷。只见他夹起一片泡菜，两面都蘸上白糖，接着塞进了嘴里，荷包蛋上也要来上满满一勺白糖，就连吃炸酱面他都要加入1包白糖，搅拌搅拌就开始享用美食了。这种神仙吃法震撼周围人一整年。他见人第一件事就是分享糖果，这是他认为最热情的方式。他嘴里随时随地都含着糖果，一天就要吃60颗糖，口袋里也装满了糖，除了睡觉基本上都在吃糖。又到饭点了，大爷打开糖罐子，把满满1勺白糖加在米饭里，做了个白糖拌饭，这个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吃米饭的。然而接下来的操作就比较奇葩了，他夹起一片泡菜，蘸上一点白糖，接着就送进了嘴里。这还没完，荷包蛋上也要来上满满1勺白糖，这个我就接受不了了。饭后大爷还得来一杯糖水消消食，然后1勺2勺8勺，他一共加了9勺白糖，倒上一点点水，搅拌一下，一饮而尽。就这种喝法，他每天都要喝5杯，算下来1周就要吃掉6斤白糖，还有400块糖果，这属实已经在人体承受范围之外了。这样吃糖牙齿能受得了吗？大爷轻蔑一笑说，开什么玩笑，我没有牙，我10年前就用上假牙了，反正不是自己的牙，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嘿嘿。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糖的？原来30年前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不得不戒掉了烟酒，于是找到了糖果作为替代品。好消息是他的身体慢慢恢复了健康，坏消息是他得了不吃糖就难受的病。说起来也是搞笑，大爷虽然吃了大量的糖，但得糖尿病的却是他从不吃糖的妻子。大爷每天都会锻炼1小时，他认为自己的身体很好，但是他真的健康吗？节目组带他来到医院，一番检查过后，医生说虽然你暂时没有糖尿病，但是你有高血压，还是建议赶快戒掉糖，这样才能保持健康。最后大爷表示，为了健康自己会尽量少吃糖的。老爷子这种情况算比较好的了，下面这个男人就比较严重了。这个男人从出生就喝可乐，33年滴水未进。只见他打开一瓶1.5升的汽水，不到5秒钟瓶子就见了底。吃饭的时候他先倒上了3碗不同颜色的汽水，这几碗汽水就是他的主食，那一点点米饭只是他的配菜而已。吃一口米饭就要喝1碗汽水，他一天要喝3瓶1.5升的汽水，已经连续喝了33年，瓶子连起来都可以绕操场30多圈，随之而来的就是不断上升的体重。不仅如此，他的牙齿也被汽水腐蚀坏了，还得了关节炎，为此他不得不每天吃药，一把药物塞进嘴里。接着就奇葩了，他竟然用汽水送服，他为什么不喝水呢？他却说听到这种回答，节目组觉得很搞笑，怎么可能呢？每个人都可以喝水啊。为了解答疑惑，他决定现场演示，一口矿泉水下肚，紧接着而且他头上也渗出了汗珠，看起来好像是真的不能喝水。他说只要喝水肚子就会痛，真是奇了怪了。原来他小时候得过一场重病，做完手术后母亲给他准备了很多食物，但他自己什么都吃不下，只能喝一点汽水。从那以后就开始喝汽水了。母亲起初对儿子很心疼，于是放任他不停地喝汽水，没想到最后却沉迷于汽水无法自拔了。接下来按照惯例，他被带到医院做检查，首先确定的是他的牙齿都成了蛀牙，需要尽快治疗。在经过各项检查后，医生说他现在的骨骼年龄已经相当于70多岁的老人了，而且他的关节问题更严重，有些关节已经粘在了一起。医生建议他必须停止喝汽水。至于他为什么喝水就会肚子疼，心理医生认为可能是小时候的手术或者当时服用的药物引起了一些副作用，但更多的还是心理作用。几天后，节目组做了个回访，发现他家里已经看不到汽水的踪迹了。他说自己已经把汽水都扔掉了，现在每天都吃蔬菜，用新鲜果汁代替了汽水，希望可以赶快恢复健康。如果要论对汽水的痴迷程度，下面这个老爷子表示不服，连续20年喝可乐，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大爷一口气就喝完了1.5升的可乐，但他却说自己喝的并不多，然而转身又干完了1瓶可乐。老伴也无法阻止大爷，他每天都要喝6瓶1.5升的可乐，工作时也要随身带着1瓶，工作累了就要打开可乐，随时随地补充能量。到饭点了，自然也少不了可乐，米饭里倒上半碗可乐，搅拌搅拌就做成了一份可乐捞饭，先喝汤后吃饭。你别说，我感觉这样好像还不错的样子。那他这样喝可乐多长时间了？大爷说也没有很长时间，也就20年吧，所以20年内每天6瓶可乐，那瓶子连起来都可以绕操场40多圈了。但是20年前他从未喝过可乐，原来他曾经嗜酒如命，长期酗酒给自己造成了严重伤害，他不得不戒掉酒精，于是用可乐作为替代品。这一喝不要紧，他打开了味觉新世界，彻底爱上了这种味道，即使喝到牙都掉光了也无所谓。老伴试图带他去看牙医，大爷却说你有钱烧的啊，有那钱买可乐不香吗？可乐在手，精神抖擞，根本不用去医院。不过最终还是被节目组带到了医院，首先检查了他的牙齿，医生说大部分牙齿都坏掉了，变得很脆，基本上不能咀嚼食物了。接着进入全面检查，医生表示他患有骨质疏松症，而且大爷已经70多岁了，如果不想开席的话就要停止喝可乐。大爷轻蔑一笑，听完医生的话转身就走了。他还说看得出来大爷对可乐是真爱啊。好了，我是岳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